杨紫拍新杂志被吐槽，品牌方怒对恶评，不清楚你哪里来的底气。杨紫作为圈内的实力派小花，是不少人看着长大的，演技好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是有关杨紫的长相、身材、时尚等相关话题的讨论络绎不绝，大多是不看好的。6月8日，杨紫拍摄的新杂志新鲜出炉了。这一次，杨紫让人眼前一亮，但是依旧遭到了部分网友的吐槽。网友在品牌方的文案下点评：门槛真低。众所周知，时尚杂志都要邀请一些有人气，同时时尚表现力还不错的明星来拍封面，不仅能够带动销量，还能提高讨论度。但是网友却吐槽该杂志门槛低，言外之意杨紫不配上时尚杂志。没想到品牌方直接怒对恶评，回复对方：不清楚你哪里来的底气。对于品牌方的维护，网友一致称赞，毕竟自己请来的艺人肯定是认可对方的。网友的恶评不仅吐槽了杨紫，连带着吐槽了杂志方门槛低、不高级。有一说一，杨紫这一次拍摄的杂志其实还不错。首先是封面图，杨紫身穿黑色小裙子，一头乌黑长发随意放在身上，穿搭简洁，没有太多修饰，也没有硬凹造型，而是眼神炯炯地看着镜头，给人一种清冷感，同时还有力量感。第二张照片则是身穿金色连衣裙，坐在黄色的椅子上，闭着眼睛，随意自然，给人云淡风轻的舒适感。内页的造型同样舒适大气，不管是造型还是妆容都很自然，整体感觉舒适且自然的。杨紫表现的也很松弛。细看杨紫的妆容，脸上画着淡妆，唇色也很浅，完全就是日常可以出街的妆容，干净低调。戴着眼镜的杨紫又是另外一种风格，虽说表情没有太大变化，但是给人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。不得不说，杨紫的新杂志拍摄的还不错，表现可圈可点。但没想到遭到了网友的恶评，而品牌方维护艺人的样子让人佩服。有一说一，杨紫的身材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内中不算是第一梯队的美女，时尚度也不如一些女明星，但是放在普通人中也完全是一枝独秀的存在。新杂志也拍出了杨紫不一样的美，让人眼前一露，可圈可点。杨紫作为圈内人气小花，屡屡被圈内称赞性格好、善良懂事，唯独就是时尚感不是那么强。但是时尚感这东西也并非与生俱来就很好的，而杨紫又属于先天条件并不十分突出的类型，时间自会带给人成长。相信杨紫的经历多了，表现出来的样子就会不一样了，更有自信，更有味道。多年前，赵丽颖因为英文不好受到了群嘲，而奢牌迪奥直接删除了赵丽颖的视频，导致赵丽颖被众人踩，而浪琴却在第2天力挺赵丽颖，发布了最新视频，文案是优雅并非天生，时间自会证明。其实，不管是评价明星还是看待身边的事物，用发现美的眼睛去看待，言语中多一些赞美，这个社会会有更多美好和力量。02工作室回应他下班休养，期待早日康复。6月7日，有网友偶遇疑似受伤送院的程毅，引发网友关注。随后，程毅工作室回应，程毅今天拍戏时腰伤复发，剧组已第一时间安排去医院检查治疗，主要症状确诊为腰扭伤和腰椎间盘突出症。椎间盘突出，经过初步治疗，目前伤势稳定，但近期要避免负重和剧烈运动。接下来，我们会以程毅的身体健康为首要考虑，按照医嘱进行调理和理疗，以及根据恢复情况协调后续工作。这个消息让很多人感到担忧和心碎，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。程毅是知名演员，出演过《琅琊榜》《金须未央》《大宋少年志》等多部热播影视作品，深受观众喜爱和支持。凭借帅气的外表和扎实的演技，赢得了众多影迷的钦佩和喜爱。在拍摄中不遗余力地为观众呈现精彩的角色和故事。他在拍摄《大歌王》时摔马受伤，但仍坚持完成拍摄任务。他也曾在拍摄《锦绣未央》时，因为剧情要求跳入冷水，导致身体不适。拍摄《琅琊榜》时，他也因戏份需要，长时间穿着厚重的戏服，忍受着身体的不适。这些都体现了他对演艺事业的执着和专注，也让人们对他充满敬意和欣赏。此次程毅因为腰伤复发不得不停工休养，让不少人感到惋惜和难过。
他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表达关心和祝福，希望他早日康复，重返荧屏。有的说：“成毅哥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我们都很担心你，希望你快点好起来。”还有人说：“成毅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，他的演技真的很棒，每一个角色都让我印象深刻，希望他能保重身体，不要勉强自己。”有人说，成毅真的是一个很敬业、很努力、很有魅力的演员，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让我感动和欣赏。祝他早日康复，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好作品。成毅受伤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演员对事业的热爱和付出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演员和观众之间的情感和期待。我们都希望成毅能够健康快乐的拍戏，不想看到成毅受伤伤心的停工。我们都期待成毅早日康复，回归荧屏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感动。03，全程凝视，纹路难挤，张口全是烤瓷牙。肖战古装剧真的让人脱离现场。现在的电视剧越来越难看，观众直出流量，明星演电视剧简直是灾难。不仅偶像剧毁了，古装剧也毁得一塌糊涂。最近上映的《梦想》那片海也是一个纯粹的失败。还没上映就被炒作了，因为是肖战主演的剧，上了好几次热搜。上映后表面上似乎是一致好评，但路人却难以入场，靠他们的演技直接让观众尴尬。一开始男女主相遇的地方是一家不开门的书店，特别的是需要爬窗才能进去，这样的剧情看似新奇，但又很不切实际。到了大楼正好是一棵大树，还要从树枝上爬进去，太扯了。肖战和李沁的相遇也是不断的失手，两人在对方逃跑后闹得沸沸扬扬，在书架之间看不到脸，巧合太多，正好赶上来查的人看台上胡说八道。之后就是狗血剧情，表现青春偶像风格的时代剧。肖战爱上了女二，没有女主的东西，然后肖战的弟弟也喜欢上了女二，好像是三角恋。到了文员团就成了一夫多妻制的爱情，因为只要男演员对女二有兴趣，观众是真的看不出女二有魅力。李沁作为女二主角似乎是配角，有时一集中没有2个镜头。剧中剧情发展太慢，男主演技太生硬别扭，集数过半，男主女主还没有谈恋爱，还纠缠女二，观众看不下去情节方向。肖战对女孩的态度看不出来很像，情绪只会用面部表情来支撑，不是皱眉就是尴尬的傻笑，感觉不到他情绪的起伏和等级的表现。他笑的时候可以看到烤瓷牙特别白，完全不符合角色形象。虽然黄脸很老气，但是一笑就会露出来，观众觉得不真实。尤其是在演深情戏的时候，都感觉下一秒男主又穿越了，而且他们的着装看起来并不精致，有一种很廉价的感觉，整个人好像都直了牙。其实现在的明星为了形象好，都会去做烤瓷牙，这已经成为极其普遍的情况。明星们都会说起自己的牙齿，从中比较谁做得好谁坏，时不时的将会呈现。他们只是在不断的包装自己，用外表来迷惑大众。现在的审美是白瘦，如果牙齿是黄色的，就会显得格格不入。这就是为什么流行烤瓷牙的原因。凡事都有坏处，虽然烤瓷牙符合现在塑造的形象，但只要是古装剧或者古装剧，一口牙直接毁了整个身形。现在的美女可以让人年轻变老，但是给牙齿做粉底是不可能的。可见现在的明星越来越商业化了，不会脚踏实地的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了。其实不仅仅是肖战的牙齿引起了观众的注意，早在之前就有网友发现了这个现象，就像赵露思演的胡同一样，演技烂的同时，那一口洁白的牙齿非常耀眼，说话的他突出他们表情管理太差的问题。剧中的他总是一副长相烤瓷牙说话的语气，观众都说不服，古装打扮像个农村人，却一点土味都没有。公司的主要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。剧中的她形象直接打破了她一贯的大美女造型，对农村妇女的演绎非常到位，连皱眉笑脸和包头巾的动作都演得入神入化。海清自己说可以成为农村的一部分。人世间深受广大观众喜爱，但演员们在塑造能力上也是参差不齐。像乔春燕一口洁白的牙齿压不住他们的形象，即使演技不差，但其瓷器牙齿或非常不稳定的眼睛。剧中昏暗的画面中，
她很突兀。饰演乔春燕的黄小磊也曾表示，自己的牙齿在样子上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连肉都咬不下去。但为了美貌，她也是拼命的，不难怪她的成绩没有樱桃高。剧中同为女演员，樱桃饰演的郑娟一下子就抓住了人们的眼球，直接让观众忘记了之前的乔春燕。樱桃完全是女主风范出来了。倒不是她有多漂亮，而是她的形象很符合剧中贫困儿童的形象，塑造角色纯天然。搭档雷佳音也极其真实，怕不埋没自己，但也弄脏了自己。这些演员的真相是现在明星无法比拟的，就连和肖战搭档李沁也是满嘴白牙都遮不住。他之前在《人生之路》里和观众见面，剧情还挺丰富的，但是一看到李沁就不舒服，尤其是他的肤色和牙齿极其不搭，更何况农村人的牙齿应该给观众土黄色的感觉。也有人说李沁演技不好，即使是无双料上映，也难掩形象塑造上的瑕疵。对于演员来说，也许是一部戏，只是众多剧中的一部，但对于观众是唯一的。尤其是经典剧是不可替代的，像《西游记》《珠海传奇》之类的剧，翻拍再多，在观众心中也抵挡不住原版。但是现在的演员们越来越不能承担自己的地位，他们都比较喜欢做医美来曝光，又不想把自己投入到作品中，这就造成了现在时代剧越来越难看的原因。确实没有多少人可以完美的复制以前的时代。肖战之前在《陈之令》中的演技让观众拍手称快，或许是因为题材的新颖，再加上宣传做得非常好，让肖战的热度一下子升到了最高点，所以以至于他的起点很高。他也在各种活动中来回折腾，不是自己的作品，而是出一部现代余生请多教我或者青春偶像剧，吸粉的同时还是实力派的搭档女星杨紫，自然又很稳重。拿到这么大的男主戏，他接不起大制作，也没有表现出剧中的青春风范，也没有表现出励志的样子，或许是因为剧情不够紧凑吧。刚开始的打斗打了3集，谈恋爱之后都10几集还没有初步进展，观众恨不得冲进剧里跟肖战和李沁见面，但是两个人似乎不和谐。虽然剧中两人的互动很少，但观众都知道他们是官配，一直期待着两人的甜蜜互动，也觉得肖战能有一部细腻的感情戏。没想到肖战的解释很片面，他对女主和女二的感情几乎是一样的，同样强度的台词，观众是感觉肖战的台词火辣辣的嘴巴，还是他对他们的表情也是一样的，完全分不清他在结束那颗少女心。还是戏外看网友的分析就知道，男主真的很喜欢女二，即使在知道图书馆的女二不是他之后，还是被他吸引住了，只是观众们是完全没有看到其中肖战情绪化。看剧的人都以为是肖战和女主擦肩而过，女二才是真情实感，毕竟两人前面的剧情占了很大一部分，观众觉得肖战终于确定了和女二在一起。没想到跟进了李沁和肖战的戏，观众一头雾水，可见肖战的演技并没有让观众看懂，也没有给观众一个清晰的思路，一头雾水的看着片刻，还要口齿不清前后。据说肖战演技很炸，全场打情骂俏那是挺炸的，炸了一阵戏，就是看不出他演的是古装剧，然后让观众看介绍，不是戏剧。剧中的叶国华刘瑞麟比他还好，对于女生的喜爱是内心的狂轰滥炸，但外表却很内敛，完全看出叶国华对女生隐藏在表情和态度中的爱意，而他完全不同于其他女孩。这连叶国华的姐姐都能看出来，观众也是看到了真实，所以观众怜惜叶国华的话题都上了热搜，这足以证明这个人物形象是非常成功的。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好的演技是和人品直接挂钩的，不是靠噱头来不断宣传的。虽然流量和宣传也很重要，但还有更重要的，不然作品只会成为快节奏的商品流失时代。明星的过度包装是完全成不了好演员的，想要有一部经典的作品，需要不断磨练演技，喜欢台词不脱，演技还纯瞪眼的演员是不被大众认可的。